腾空侧踢。传阅文夫第一招就使出了空手道的高阶腿法腾空侧踢。看陈真的表情，显然是被对方这一脚的雷霆之势、迅捷之速震惊到。而陈真不愧是如今精武门的第一高手，这一脚是选挡不选躲，直接力臂硬挡传阅这一脚。陈真也想看看这号称日本武学造诣第一的传阅文夫，如今的黑龙会总教头究竟有多厉害。越空下劈，换步前踢，鲤鱼打挺躲闪，垫步侧踢，二次发力侧踢，转式足刀击头，转身高位扫踢。传阅的这几招腿法便是迅捷细腻之中夹杂着满满的压迫，让陈真几乎无法从容应对。独龙钻踢，开局还没多久，传阅就祭出了自己的成名绝技独龙钻踢。早就听闻陈真是霍元甲最得意的徒弟，如果这一招能够轻松击败陈真的话，那么想来霍元甲也不过是浪得虚名。原来传阅文夫此生的遗憾就是没能和霍元甲比一场，如今只能把这种情绪寄托在他的徒弟陈真身上。独龙钻踢由两式组合而成，第一是腾空侧踢，被陈真右臂架挡开了；第二是翻身钻踢，直接突破防守，把陈真踢飞了出去。传阅乘胜追击，没想到陈真也祭出了霍家密宗拳的绝技坤逆明水，此乃密宗拳绝地反击的招式，由鲤鱼打挺和按手冲锤组成，连手带攻，只取传阅蛋中穴。扫堂腿，称第二连踢。陈真的这一轮反击也让传阅内心笃定，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不容小觑。陈真刚刚这5秒的进攻，居然就融合了3种门派的拳法。第一种是西洋拳击的步伐和摆拳，第二种是洪拳的插拳，第三种是蔡礼佛的抛拳。当年霍元甲修改拳界，认为武术应该海纳百川，如今看来陈真也秉承了霍元甲的思想，有容乃大，海纳百川，接受各家所长，我们改拳界吧。面对陈真这融合众家拳法的进攻，传阅的防守却很简单，都是用手刀进行一个左右攻防。在空手道里，把手当成刀，手刀分2种，手尖刀和手侧刀。手尖刀用来刺向敌人，手侧刀用来劈斩敌人。一名经过常年训练的空手道高手，他的手刀可以轻松砍断3块大石板，所以仅用手刀来应对陈真的攻击。传阅有这个底气，转身后旋踢，垫步右前踢。显然陈真这里的步伐让传阅感到疑惑。对于传阅来说，他所接触到的中国武术大多讲究力从地起，支撑腿也就是发力腿，要牢牢的用力顶住地面。但是陈真此时的步伐极尽跳跃，重心飘忽，让人费解。陈真在攻，而传阅这一次的手刀更加犀利，一下子把防守的状态直接刀成了攻击的状态。直拳上段打，空手道把人体的进攻部位分为上段、中段、下段，可以理解为上路、中路和下路。左手刀横切，右手刀侧劈，密宗靠杀。密宗拳有6大肘法攻击，陈真这里用了密宗靠杀、硬开中门和调肘惊天的组合肘法。膝顶抱杆，跃步飞膝，箍颈膝击，撑臂挑手，压肘卸臂，手刀反击。陈真刚刚的表现让传阅对他的这种奇特拳法感兴趣，直接模仿了起来。一个前次虚晃之后，两人开始了一番拳脚上的速度比拼，攻防迅疾之间，招招不缺硬度力度。突然间，传阅一招横顶肘硬开中门，直逼陈真而来，用的正是刚刚陈真所使的密宗肘法。硬开中门反击，膝顶击肋，箍颈膝击。传阅居然用陈真刚刚攻击他的招式来反过来攻击陈真。陈真此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听闻传阅文夫是日本100年难得一见的武学奇才，如今算是深刻的感受到了。推腰阻击，撑臂挑手，手刀夹臂，头锤攻击。头锤是在双方近身扭打纠缠中，使用额骨撞击对方的招式。头锤产生的冲击力就好比80公斤重的钝器迎面向你砸来，很多比赛是不允许头锤的。转身后摆腿，下前摇闪，重摆击夹，翻身冲锤。不得不说这一拳实在是太俊了，传阅内心似乎也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感兴趣了。就在这时，起风了，这阵风来的毫无征兆，在霍元甲的坟前席卷开来，仿佛冥冥之中霍元甲正在看着这两人比武，而传阅文夫却被风迷失了眼睛。腾空侧踹，显然这阵风对传阅的影响很大，陈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及时收手了。双方都非常默契地蒙上双眼，居然要开始盲打。盲打在格斗训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，敌我双方搏斗时
敌人的攻击动作首先会通过我们的眼睛传输到大脑，然后再由大脑反映到我们的躯体去做反应。而盲打的训练就是通过提高我们身体的触觉和感知，来缩短这一反射传输的时间，使得我们能更快地做出反应攻击对手。盲打的第一层境界，触体便利。所谓触体便利，就是在对手肢体碰触的瞬间判断出对方的发力方向和运行轨迹，从而做出相应的攻防应对动作。传月和陈真此时正式进入到这第一层境界的比拼。按臂左手刀，按臂右手刀，拨臂右手刀，按手冲锤，掩手冲锤，横顶肘硬开中门，背锤击胸，拉手下带顺势踢腹，推臂拦挡，连续中段打反击，侧踹爆杆。盲打的第二层境界，听声辨位。听声辨位的基础原理是双耳效应。双耳效应是人们依靠双耳间的音量差、时间差和音色差来判别声音所处的方位。例如，传月在陈真的正前方时，传月发出的声音进入到陈真的耳朵时，陈真左右耳感受到的音量差是相同的。如果传月是在陈真的右前方发出声音，那么陈真感受到的音量差是右耳大于左耳的。显然，陈真深谙此道，通过传月后退之时发出的踏草声，就大致判断出了对方此时距离自己大概有几步的距离。判断完成，陈真直接大胆上前追击，而传月不愧是有经验的老师傅，从陈真持步向前越来越近的踏草声和怒吼声，已然判断出来对方的拳锋已近在咫尺，一个微微侧肩，躲过了陈真的迅猛一拳，通过身体的触感，直接给陈真来了个背拳反抽，冲拳击胸，剑弹腿反击，骑马插鹰锤。这两式正是霍家密宗拳绝技彭举与内里面的招式。当时霍廷恩挑战陈真的时候也曾用了这两式，但显然陈真这里对双方距离的判断不够精准，这一拳并没有打到传月，相反被传月一个劈爪盖头，踢草骚扰，弹踢脚击头，撑锤截击。这里可以看出来，双方对对方的方位判断都不够精准。传月这一脚没踢到陈真，陈真这一拳也没截到传月。左掌按脚背，右掌切胫骨，踩脚，连环炮击胸，劈拳盖头，撑锤反击。投石骚扰。听声辨位虽然很厉害，但是成也生败也生，声音可以作为你的判断依据，同时也可以成为阻碍你的工具。所以盲打的最后一层境界就是感知。我们时常会发现一种神奇的现象，一个人就算不发出声音，在背后静静地盯着你，你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。这就是感知。感知始终贯穿在盲打的过程当中，无论是陈真和传月在触体辨力还是听声辨位之时，感知力始终是贯穿在其中的。垫步侧踹，手刀击胸，左右中段打，架臂格挡，左手刀击胸，右冲拳击腹，左手刀劈头。陈真反应很快，直接截住传月左手，寓意来一个过肩摔，推腰卸力防摔，截踢，倒挂金钩，就是魔王。压臂叠肘。传月文夫居然使出了擒拿术。几个月前，传月曾亲眼看到陈真施展擒拿，当时大为震撼。如今传月擒拿一出，看来是早就想试试陈真有几斤几两了。反扣腕锁，扫脚截踢，捆臂锁紧，拧臂反锁，侧空翻反擒拿，侧空翻接扫堂腿，乌龙脚柱顺势折臂压肩，蝎子摆尾。这一轮的比拼，传月心中是感慨万千。刚刚和陈真擒拿与反擒拿的过程中，隐隐已经有了力不从心的感觉。拳怕少壮果然是至理名言，陈真同样也有所感慨。打了这么久，陈真发现传月很多时候用的都是中国武术，甚至用的是陈真他自己的拳法，这不得不让他感叹眼前的这位老前辈武学造诣之深厚，令人望尘莫及。前空翻顺势折臂锁紧，后顶肘击肋，箍颈抛摔，后撩脚截击，剪刀脚，锁喉。两人一个锁脚，一个锁喉，相互制住了对方。而本片的导演也选择了在这一刻让两人收手，给这场决斗留下了些许的悬念。不要打了。